山洞中的黑手印你见过吗？洞口的石墙又在封锁什么秘密？这里是重庆石柱的偏远山村，有一个让当地老人谈之色变的金狮洞。洞中长达2米的大脚板十分诡异，黑色土壤不知是何物质。今天让我们进入金狮洞一窥端倪，见证这处奇葩山洞。根据老乡的指点呢，来到了这个金狮洞的洞口。这个门口呢是有一个非常茂密的灌木丛啊，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中间呢开辟一条道路，去往这个金狮洞啊在此一探究竟。相传里面的那个人工遗迹啊非常的多，而且在民国时期呢，在里面是躲过那个壮丁的啊。我们今天呢就去里面看一下。传说里面有一个钟乳石封住了一个洞道啊，是可以通到湖北省那边去的，因为现在这边是重庆市嘛，它是可以通到那边去的，就洞道非常的深的。我们现在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入口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进。现在小蚱蜢在开道啊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离这个洞口了是越来越近了。在这边呢出现了这个石墙，根据刚才那位大哥说啊，他说这个石墙呢还是明朝万历年间建起来的。所以说这个洞呢，在历朝历代都是有人居住过的。为什么叫金狮洞呢？就是说这个洞口啊，进去大概200-300米的时候，有一尊钟乳石泛着金光，像金狮子一样。曾经呢，还有人在这里祭祀过，但是后来呢，这个洞口啊，突然在一夜之间就被这个钟乳石填满了，然后就找不到进去更深的那个洞道了。可以看到这个洞口，它就有这个用毡子开凿的这个石台阶。刚才那位大叔说，这个明朝万历年间就有了这个洞哦。460米。哇，这个上面看到没有？还有这个石槽子，这边还有一个引水渠，这里可能是搞的有一个门房。当时在古代的时候，这里是请了有那个保安呐，有可能守在这里。这里还有本古书。什么？古书烂了的。哦，对，这个应该是明朝的时候，这是活纸，这应该是祭祀过某种东西的。大家随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看，这边有一个城墙，看起来还是砌得非常工整的，但是这上面呢已经是垮塌下来了，有可能遭受过破坏。这个洞口的宽度差不多是个3-4米，高度差不多是10来米。咱们继续深入。哦，在这里还看到了有这种树胚的这个瓷碎片，这真的有可能是明朝的一个遗迹哦。咱们继续前进。460米后掉头。这个城墙的工艺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讲究的，它是用了这个大石头啊来砌的这个毛面子，然后再用小石头塞的缝啊，中间还有3合土填的缝。这由于年代太过久远，所以呢，这个看起来已经是非常的破败了。整体来说，这个建造工艺还是不错的。这边它砌的没有梯子，它没有梯子的话，它就说明这是一个典型的防御工事，并不是一个什么聚义厅这样的建筑。看这里，还有一块老铁，这是生铁哦，这有可能是那个生铁锅，一块老铁。哇，这洞道里面非常的平坦哦，这个地上有很多这个石坎子，这里还有精雕细琢过的这个条石。哇，这里洞腔还挺可以的。这里很多青花瓷的碎片，这些地方。哦，这又是有人来寻过宝吗？就来带你看个东西。啥味儿？这边是啥东西？哦，还有，它没碎的话，绝对是精品一件。哎，这是冰裂纹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冰裂纹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个不晓得这个啥东西，这个太神奇了。灯盏吧？不像，也不像，反正它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，觉得是一个很，如果说不坏的话，觉得是一个很值钱的东西。对，很值钱的东西。这地上好多遗迹啊！
很多碎片的。嗯，对，这是块老铁吗？这里这个三角形的。啊，这是10块。哦，哎，你们看，那里还有一个天窗，那天窗能不能爬出去啊？我们刚刚从这里进来的，然后在那个方向有一个天窗，然后这个洞口进来之后，这就是一个大厅了。整体来说，这里是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洞穴。上下都特别的平，而且这个洞道非常的稳定，这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，也就是这种石灰岩。石灰岩又称碳酸钙，但是这里面没有看到钟乳石。这里翻动的痕迹很多啊，这边好像是也没有其他的洞道。这里有插火把的痕迹。咱们继续到处查看一下，看还有哪些遗迹。这个上面似乎是有一条走道这样过去的。你爬上去看一下。哪个方向？那里面上去哦，一样。会不会还有洞道？不知道你爬上去看啥了？我看上去了。好，我上去看一下。这个上面似乎是有一个洞道的，咱们上去看一下。现在我就从这个大厅爬上来了，这几步还是非常不好走的。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2层，2层里面是有一个洞道的，我们继续深入。这边可能要趴着才能过了。哇塞，这里感觉里面还非常的深邃，咱们继续前进。我刚刚就是从这个位置爬上来的，这里非常的平坦，而且好像是有消土层。咱们继续前进。我的天哪，这里面好宽阔！我们看一下。这里是有一个向下的洞道，这里一直都有台阶下去。哦，真的是深的不得了。这边好像还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。咱们继续前进。这地上有很多这个夜明砂，有人在这里刨过夜明砂，可能是很久远的时候了。哇，这里洞腔好大呀！那边还有很多人的名字，看到没有？就过去看一下。刚刚就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，这边见到了这个雪白如玉的钟乳石。有问题了，您检查后再试试。哦，我勒个去！460。这难道就是他们说的这个金狮吗？但是感觉不太像啊，因为这个是白色的，非常的透亮。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白色的钟乳石是怎么形成的？它上面一定会有滴水，就是说你在下面如果看到有这个白色的钟乳石，那么在洞顶上也相应的也会有。这个是因为这个洞体结构啊，它是石灰岩，也就是碳酸钙，然后这个经过长年累月啊雨水的冲刷，就会在这个碳酸钙的岩体中啊形成一定的缝隙，然后这个雨水呢就会把这个石灰岩里面的碳酸钙啊给渗透下来，然后再滴到这里，这里就会形成一种比较单质的这样一种碳酸钙结晶，也就是钟乳石啊，就形成了这种千奇百怪的这种形状，非常的好看哦。现在我们继续向上攀登，这边的土呢是非常的黑，感觉里面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。咱们继续前进。但是走起来它是一点都不滑，它特别的粗糙。我操！刚才我从这里爬上来啊，爬到一半呢，直接滑下去了。现在阿志正在向上爬。我差点爬。我们爬到这里就，我感觉这个像石油一样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？对。这真的像石油啊！
有点感觉。我去，黑漆的，黢黑。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墙壁上的字，好多字啊。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还有繁体字，这个叫什么有坛呢？哎呦，公光坛参有坛。这是桂光产生有眉光。哦，眉光。我们看一下，眉光。这边好多字啊。这个啥是帅哟？算是帅字吗？啥字？你看这里还有手印。对，这边还有这个指纹呐，黑手印。哇、这看起来特别的神秘，不知道这些人呐、是不是到这里来寻找这个金狮的呢？这边看一下还有没有动到，这里上去是悬崖，这边过去看一下有没有动到，我们继续深入一下。这上面是石洞道，下面也是石洞道。金狮在哪里？究竟金狮在哪里？你们说？哦，这里写了仙人洞3个大字。哇，再看这个洞顶啊！哎，这个洞还是有意思的，你看它这上面。这个洞顶好神秘哦，感觉。这个石灰岩就是被容易侵蚀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别的洞道，继续前进。大家快看那个洞顶，就是现在这个位置，看着是不是像黄色的金属？哇！你快来看！我的去，这个真的像重金属，贵重金属。金色的。是啊，你看那边还有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对，这个洞顶上也有啊，但是爬不上去，这太高了，可能有10多米哦。太神奇了，这个！天哪！我这时候才发现啊，这个上面有一个脚印，看到没有？这5根手指清晰可见，它的宽度差不多是1.5米，长度差不多是2.2米。哇，就像一个巨大的这个仙人脚印，踩在这里，惟妙惟肖啊！在那个中间，哇，还有一个鸡眼，看那个中间。脚后跟那里，哇，真的哇，这太神奇了吧！这太神奇了吧！这个，我勒个去！这里面又像是个猪脚，像一个猪脚或者是羊脚，看到没有？它是2个叉子。这里面最奇怪的就是这个地上的土，它是这种黑色透亮，真的像那个石油的原油一样。这不是夜明砂，这不是什么动物的粪便。这个在以往的探洞中是绝对没有出现过的这种情况。这里方量非常的大，可能有100多方，1、2千方哦，可能有1、2千方的这个方量，是非常的透亮。我不知道这个成分哦，有没有懂的朋友给我普及一下？看到没有？这里也是的，这个土质非常的松软。你第一脚踩上去，它一点都不滑。你要多踩几下的话，它就跟那个非牛顿流体一样，它就滑起来了，而且非常的软。但是你第一下踩上去，它是非常的硬的。哎呀，好像牛粪啊！嘿，你看这一走滑出来，像不像个符？对呀，看，我现在摔了一跤。现在搞干净了，没有灯了，我操！我现在是摔了一跤，在这上面蹭了一下，结果像画了一道符一样。哇塞，这像一片黑沼泽一样。然后我们这样上来呢，也是没有发现其他洞道，也就是说这个洞到这里就全部探明了。整体不深呢，它是2个大厅，中间像葫芦一样被隔开了，非常狭窄的一个洞道进来。这里面没有看到金狮，有可能那个大哥说的那个金狮啊，就是这个上面那个白色透亮的钟乳石。但是这里面的洞体结构非常奇怪，因为一般的喀斯特黄洞它是不会形成这种像鼓的泡泡一样，这有可能当年这个地壳运动在海底的时候，这里面是完全
没有水的，它是在水里面形成的一个高压舱。咱们原路返回吧。现在我们要原路返回啊，从这个葫芦腰爬出去。我们这时候就从这个洞里非常安全的出来了，在里面呢并没有发现这个大哥说的里面那个金狮啊，不知道这个金狮是不是我刚才拍的那个白色的那个钟乳石呢？再就是在这里面发现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那个黑色的土壤，那黑色的土壤确实不知道是什么物质，有可能是霉土。对，我们这个设备上面被弄得非常的脏，这时候要去找一个地方清理一下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啊，拜拜。